弓箭手准备放箭！这是什么怪物？这怎么可能？这是釜山行，可这里明明是古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长英，所有人听令，全部杀了，尸体全部焚烧掉。女郎不可！如今灾年，恶枹遍地，这些牲畜见是命根子，价值千金，怎能说杀就杀？闭嘴！这不是寻常的疫病，这是瘟疫，不想死就立刻动手。所有人动手时千万不要沾到牲畜的血液，杀完立刻用火烧。吩咐下去，所有人立刻收拾行李，我们离开这里。是。马车内乃是清河中书令魏公之孙女，速速开门放行。女郎不必如此急切赶路，此举传出去，若是落得一个嚣张跋扈的名声，那岂不是毁了女郎多年的清誉？管不了那么多了，长英，直觉告诉我，多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那是什么？连续多日的颠簸，我骨头都快被咬散架了。阿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祖父家啊？阿兰想祖父了。快了。女郎，恕小人得多嘴，诸位近日千万要多加小心。为何？小人听说南边爆发瘟疫，染病的人发了狂一样，见人就咬。我想恶鬼，小人活了50年，听都没听过。见人就咬，难道真的是丧尸？那我祖父呢？可有安全抵达乌堡？女郎且宽心，魏公3日前已回了魏氏乌堡。阿姐，乌堡是什么呀？乌堡是我们魏氏一族的居住地，那里有高耸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还有吃不完的粮仓，是一座最安全的小城池。城墙、壕沟、粮仓，这不就是末世里最完美的防御基地吗？只要能回到乌堡，我就能利用现代知识把它改造成铁血堡垒，就算真是丧尸爆发，也根本不用怕。女郎不必惊慌，许是流民暴乱，我去查看一下。女郎，这是什么人？怎么连官役都敢抢杀？是丧尸！这怪物不怕痛。长英，攻击他们的头部，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被抓伤咬伤。砍头有用，护卫队，护送女郎和二郎君往后山撤退。是。阿冷，蹲下！女郎，二郎君，属下该死，险些让这怪物伤了贵人。我没事，此地不宜久留，快走。女郎，前面有一处破庙，可以暂避这些怪物。
去找东西将门窗堵上，再生火。父亲留给我的百人精锐，竟然折损了大半，连训练有素的部队都伤亡惨重。外面那些普通人哪还有活路？大家互相检查，身上有伤的先站出来。女郎，不过是些打斗中的皮外伤，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吧？这不是普通的伤，只要被那些怪物抓伤咬到，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拿绳子和藤蔓来，把他们5个绑起来。女郎，他们，给他们个痛快。女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将剩余护卫重新编队，轮流在周围进行巡视，其余人原地休整，等天亮再做打算。女郎，属下还有一事不明，您是如何得知这些怪物的弱点？我总不能说我现代丧尸片看多了才知道这些吧？我曾在家中翻阅过医书，上面记载人脑乃神经中枢，控制全身。昨夜见他们胸口中刀不死，我便猜测其命脉在头部。至于抓伤异变，也是在驿站观察那些被咬之人得出的结论。女郎聪慧，明察秋毫。这些丧尸是否就是南边说的瘟疫？他们是从何染上丧尸病毒的？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古代？这里没有大炮飞机，只有冷兵器，我们真的能活下去吗？也不知道祖父他们在乌堡到底怎么样了。贼老天，既然让我重活一世，为什么不给我一个金手指？哪怕给我个系统空间也好啊！大家听着，这些怪物惧怕阳光，白天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我们要活命，就必须利用白天的安全时间，立刻下山收集粮草物资，然后全力赶路。是，谨遵女郎之命。大家注意，白天他们行动极其迟缓，等他们靠近门边，立刻一击毙命，不要纠缠。女郎，属下恳求将战死的兄弟们入土为安，不能让他们暴尸荒野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和阿郎而死，何该入土为安？你们先将粮食运上山，等会儿我和阿郎一起送他们最后一程。阎王爷，他们都是保护我和阿姐的好人，你要帮他们找个好人家，让他们下辈子大富大贵，天天有肉吃。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古代，谢谢你们用生命护我周全。如果有来生，愿你们能投胎到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平等、和平、不愁吃穿的时代。女郎，时辰不早了，我们该回庙里了。黑夜一到，那些怪物怕是又要活络起来。好，我们走。什么人？滚出来！官爷，救命！救救我们！快要天黑了，先上山。他们愿意跟着，就让他们在后面跟着。在下楚玉，见过女郎。昨夜途经此地，遇到村民遭怪物袭击，欲和村民一起躲在地窖，侥幸逃过一劫。楚先生客气了，先生的穿着打扮并非寻常村民。在下曾是南方长沙王麾下的幕僚，此番回乡探亲，途经此地。楚先生是从南边回来，那南边现下情况如何？
欲走时还可控，如今恐怕凶多吉少。女郎，那群村民已无家可归，清河卫士名扬天下，还请女郎慈悲，带他们回卫士五堡，给他们一条生路。带上他们，末世最忌讳圣母心。五堡又不是慈善堂，平白多出这么多张嘴，要消耗多少粮食？此地受灾不重，那些村民原本过得还算富裕，据玉观察，几乎家家都有存粮。女郎只需让他们自行回家取粮，而且五堡防守还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个楚玉，他这般向我投诚，恐怕也是为了求得五堡庇护。程秀，传我命令，卫士五堡可以收留村民，但五堡不养闲人。若想进堡换取平安，必须回家将粮食取来，作为入堡的粮饷。等明天，你带人护送他们下山取粮。遵命。女郎心善。阿姐，外面的怪物又在叫了。阿朗怕不怕？不怕，阿朗长大了，阿朗会保护阿姐。宁霜，要是哪天我们走散了，你这般胆小，该如何自保？女郎，奴婢害怕，那些怪物太可怕了。害怕没用，你得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你身边不仅有我，还有长英与一众护卫。那些怪物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也就是2个眼睛1个鼻子，一刀砍下去都得死。女郎到底是在安慰人，还是在吓唬人啊？哭出来就好了，明日还要赶路，都抓紧歇息吧。女郎，在下便回家找寻家眷了。先生保重，卫士我保随时恭候。女郎，昨夜有怪物偷袭，我们牺牲了1人。那些东西在夜里速度和力气都极大，兄弟们虽然防范严密，但他还是在近身时被抓伤了，没能挺过来。护卫们没有铁甲防具，也没有弓弩等远攻武器，一旦受伤被感染，就意味着死亡。这样消耗下去绝对不行。收拾好所有东西，立刻赶路。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乌堡。是。这傻弟弟的身体天赋，倒真是末世里天赐的本钱。我们在此地休整片刻。长英，你带队去查看一下附近情况。是。女郎，永宁县城门下围满了怪物，附近村庄也有不少在游荡，粗略估计约有200-300只。我们现在有100多人，目标太大，如果贸然穿过去回乌堡，一定会把这200-300只丧尸引到乌堡去，到时候乌堡就危险了。必须在下山前把他们清理掉。那我带队下山清理这些怪物。不可，我们的护卫不能再有折损。容我思考一下。那些怪物没有智力，只会凭本能行动。长英，带人在这山头东西两面挖2个7尺深、带斜坡的大坑，另外让一部分村民去砍竹子削尖，做成5尺长的木矛。女郎，怪物没有痛觉，竹尖木矛刺不穿头骨，恐怕杀不死他们。谁说要用木矛杀他们了？木矛是为了拉开距离，把他们顶进坑里。去，把村民都叫过来。是。听好了，想进卫士窝堡，就得拿上武器站在坑外，戳死10个怪物，免除你入堡的粮饷；戳死20个，奖粮食10斤。女首领饶命啊！那怪物会吃人啊！我们不敢去送死啊！女郎这是在强迫村民直面恐惧，只有让他们学会杀怪物，以后遇到危险才能自救，乌堡也能多出一批防卫力量。女郎想得真长远。各位，不愿去杀怪物的，我绝不勉强。只是到了乌堡，每人需缴纳10斤粮食才能进去。卫士不养闲人，诸位以后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自给自足。10斤粮，
我们一家5口浇完就得喝西北风了，我连1粒米都没带出来，这可怎么办啊？女郎，我们去！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一把换条生路。我也去，我去，我也去，我去，我也去。常英，我也去。女郎，山下危险，您我也要去。怪物要是敢欺负阿姐，我就打爆他们的头。如果能锻炼他，让他多多了解丧尸，日后也可自保。多见识见识没坏处。常英，不必再劝。是。吩咐下去，护卫们2两一组，配合着引怪，其余人全部集中在深坑南面。动手，注意不要被血溅到眼睛伤口。死了！原来这么容易！你走快点儿，磨磨蹭蹭的。这木矛确实好用，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回屋堡后，得大量打造更坚固的长矛，还要做口罩和护目镜，免得被黑血溅入眼睛感染。二郎君，你应该斜着出刀，这样才能刺进丧尸脑袋。二郎君，您真聪明。来，这动作，阿朗心智不全，以前从不让他碰兵器，怕伤到他。没想到他只看了1遍就能模仿得如此标准，他竟有这等习武天赋。禀女郎，西面共消灭怪物120余只。大家今晚好好休息。是。明日启程回屋堡。女郎，屋堡情况不明，若里面已经失守，我们贸然过去，只怕会被堵在吊桥上，进退两难。不如先去温泉别庄暂避。不用，我们直接回屋堡。可若是城门不开，我自有办法进去。希因，你早会至此，乃我魏家之幸。记住这张图，这是我们窝堡的密道。若有一日窝堡被围，密道就是族人的逃生通道。我知晓一密道直通堡内，明日我们便从密道进入，探明情况。属下明白。希望屋堡一切平安。把带不走的财物都埋了，回屋堡的路不安稳，所有人轻装上阵，全速前进。是。常英，带人把这块墓碑挪开。你们几个过来帮忙。这属下在魏氏多年，竟不知此处有密道。常英断后，其他人跟我进去。阿姐，这里真的有出路吗？啊！这里是魏氏宗祠。怎么会夹住他们？阿姐，你别吓我！阿姐，你怎么了？屋堡里有上千族人，这么多人，不可能都遭了殃。
其他活着的人呢？他们现在在哪里？祖父他……阿郎不哭，阿姐没事。祖父不在其中。长英，守住大门，检查院子四周。其他人立刻全部退回祠堂。我们辛辛苦苦逃到这里，还是死路一条啊！早知如此，还不如留在村里，起码能吃顿饱饭。长英，你来看。女郎，这道是您刚才留下的，这浅的密道之前肯定被人打开过。密道还通到温泉别庄，祖父极有可能带人退守到了那里。属下明白了，属下这就带人去山上的别庄查看。阿姐，我力气大，等我出去把这些怪物都打飞，把祖父接回来。好，阿郎最勇敢了。别庄情况如何？祖父可在？别庄里只有数十名被紧急送出来的年轻子嗣。据他们所言，出事时屋堡内发生惨烈暴动，孩子们被紧急送出去，并没有长辈随行，也未看在家中。祖父不在别庄，说明他还在屋堡里。既然此处有密道，他为什么不逃？狡兔三窟，像祖父那样的老狐狸，不可能只给家族留一条后路。屋堡一定还有一处更安全的躲避所。明日出去探查一下屋堡内的丧尸数量。我们先想办法清理掉外面的丧尸。女郎，护卫们的刀刃都翻卷了，没有武器，我们寸步难行。兵器库就在老宅旁，可外面丧尸众多，我们怎么出去呢？吩咐下去，用麻绳和钩索在2栋楼之间搭一条空中云梯，避开地面的丧尸。我先去探路。阿郎，阿姐交给你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你守着这几根绳子，不许任何人碰。要是绳子断了，阿姐就回不来了。阿姐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碰绳子的。好，这事儿也只有二郎才能办好。把所有的盾牌和长缨枪都搬走，原路返回。快！坏怪物，就是因为你们，我和阿姐才找不到祖父。阿姐，阿姐，我在这里。阿姐，阿姐，我一直守着呢，没让任何人碰绳子。不错，二郎真厉害。女郎不必忧心，属下愿带着人下去清理丧尸。丧尸虽多，只要慢慢清理，总有杀光的一天。那得杀到猴年马月去，没必要如此冒险。我们可以用调虎离山之计。调虎离山？你派人在屋顶敲锣打鼓，将怪物引向大门口。只要放下吊桥，他们就会涌出城外。将大部分丧尸引出屋堡，剩下的自然好清理。我们当务之急是先找到祖父和活着的族人们。大门口的吊桥机关由铁链圆盘控制，属下最熟悉地形，这吊桥我去放。好，吩咐下去，把人分3组，一组去大门口，制造声音，将门口的丧尸吸引走，掩护你放吊桥。另一组通过密道绕到屋堡门外，只要看见吊桥放下，立刻开始敲锣打鼓，动静有多大就闹多大。剩下一组在屋堡里引流，等吊桥放下，便尽量将丧尸往大门方向引。属下明白。骑兵女郎，
刚刚有10几名百姓收拾了包袱，偷偷顺着密道溜下山了。随他们去，但告诉守门的兄弟，走了就永远别想再进来。乱世之中最忌讳圣母心，我救不了所有人。等找到祖父，这密道必须立刻封死，免留后患。二郎，想出去玩吗？明天跟着长音哥哥去打怪物，好不好？好。明天你跟着长音哥哥出城，记得保护好自己。世道变了，一味保护只会害了他。二郎天生神力，他必须学会自己手刃怪物，有自保能力，才能在这乱世活下去。这是什么声音？族长，外面有动静，有人回来救我们了！族长，外面有动静，或许是有族人收到消息回来了，我们要不要派人出去瞧瞧？这个时候知道问我了。暴乱发生时，老夫与族老们的命令，你们怎么不听？族长不可，我儿只是生了病，不至于要他命啊！八叔说的对，那些人都是我们的血脉至亲，此时应该想办法施救，而不是赶尽杀绝。族长，我们万万不可对族人大开杀戒呀！侄儿知错了，还请族长莫要气坏了身子。等暴乱平息，侄儿自会到族人坟前以死谢罪。罢了，命人打开地宫，出去看看。一个怪物都没有，我要回去告诉阿姐，一点都不好玩。问阁下是谁？为何会出现在魏氏物堡？这是我家，你们又是谁？您可是长房的二郎君？果真是厂房二郎君，与家主面容如出一辙。二郎，我是你堂兄卫礼啊！走，我带你去见族长，他见到你一定高兴坏了。祖父，找到祖父了。二郎君，我去禀报女郎。这味道越来越恶心了，真想要一个防护口罩和隔离服。女郎，二郎君在路上遇到了魏氏族人，已经跟着他们去见家主了。祖父他们果然没事，太好了！快，带我去见祖父。祖父，孙儿好想你，啊！快莫哭了，起来说话。二郎先起来，与祖父说说，你是怎么回来的？阿姐，孙儿跟着阿姐回来的。祖父，孙女一路带来的百姓，如今暂住宗祠，该如何安置？宗祠乃族中重地，还是让他们搬入地宫暂住吧。孙女这就去安排。如今窝堡已趋于平稳，愿意留下的就把粮食交了，不愿交的现在可以走。祖父，我们的护卫冒着生命危险一路护送，日后屋堡还得为他们遮风挡雨，所以孙女做主，让他们缴纳粮食留在屋堡。生米恩，斗米仇。姑娘，你这事办得极好，理应如此。
祖父，如今乌堡内还剩多少族人？还剩396人，另有100余名护卫，300多仆从长工。上千人的乌堡，竟只活下来不到400人，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护卫与闲杂人等全部退出祠堂，只留卫氏族人。请族规，承族谱，未明章，未明修，未明上。违背族长之令，私扣传信护卫，致使疫病失控，数百族人惨死，即令我卫氏灭族。今日特开祠堂，禀明先祖，将此等人族谱除名，驱逐出乌堡，永世不得入内。族长，侄儿宁可赐死，也不愿做无根孤魂，求你网开一面。害死数百至亲，尔等还有何脸面当魏家人？死后又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打开密道，将人送出乌堡。老夫身为族长，常年在外为官，为守住100年基业，自当领罚。族长，但如今百废待兴，老夫愿戴罪立功，带领族人重建乌堡，守我卫氏一族基业。见过女郎。堡内情况怎么样？目前已经搜查完2条街，剿灭剩下丧尸40余。秦善正领着乌堡的护卫从另一头搜查，想必明日就能清理干净。那你忙吧，我去地宫看看。地宫竟有一半的乌堡那么大，看来这魏家的财力人力远超我的想象。七叔伯，五娘来了。如今上面百废待兴，清理血迹、修缮房屋都需要大量人手，不如尽快安排这些百姓参与重建，以劳换时，也能让他们更快融入倭堡。五娘言之有理，我即刻安排。七叔伯，族中公粮如今还剩多少？宫中库房存有5000斗，约6万斤，但各房私存不在其内。5000斗听着不少，但倭堡上千口人，天灾不断，明年若无法播种，这点粮食根本撑不过半年，得想办法囤粮才行。益州官仓设在临县青阳，粮草丰厚，若是能……只是劫官仓乃忤逆大罪，须先跟祖父商量。祖父，常英正带人在外清理丧尸，咱们的人没有护甲，全靠血肉之躯硬扛，稍有不慎就可能感染。孙女想问问，族中可还有铁料皮革？我想赶制一批防咬轻甲，也好让大家少些伤亡。五娘思虑周全，吴伯，库中铁料皮革尽数配合五娘调用。孙女谢过祖父。五娘，你和阿兰是怎么从上京一路赶来的？父亲让我们追您回乡下。在驿站的时候，正巧遇到马发狂，孙女察觉情况不对，便连夜赶路。至于阿郎，他是偷偷跟着我跑过来的。孙儿累了，要去歇歇了。二郎君慢些。五娘，此次疫病恐怕与南边荆州脱不了干系。孙女也如此猜测。这么多天了，朝廷毫无动作，也没有援兵，上京的处境也不知如何。如今消息闭塞，往来不通，这瘟疫传到了哪里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守住兀堡，保住卫氏100年基业。孙女担心丧尸落入护城河会污染水源，若河水渗进井水，后果不堪设想。不是，河床5米宽，仅3米深，不足以渗透至地下水层。井水暂且无忧，但河水流经沿途农田村庄，如今大面积农田已被污染，未来几年恐怕无法耕种，不会有新粮。
祖父，尊女记得，益州粮仓就设在隔壁青阳县，离此不远。你将主意打到了官仓上，你可知这是诛九族的重罪？朝廷现在还在不在都未可知，没有粮食是死，被朝廷发现也是死。祖父若有更好的办法，孙女洗耳恭听。此事事关重大，容我再想想。等清理完外面的丧尸后，粮食问题迫在眉睫，祖父还是尽早在冬季到来前做出决断才好。在那些小说里，丧尸病毒就等同于世界末日，破仓抢粮算什么？只要能保证大家活下来，必要时我连皇帝都敢抢。谁手里有粮，谁就能活着。我当真是老了，都开始瞻前顾后了。可是五娘给家主出了难题，岂止是难题，简直大逆不道。长房的3个孩子，大郎聪慧却优柔寡断，二郎天生愚钝，唯独五娘有勇有谋，最像我。可惜是个女儿身呐。五娘说的没错，没有粮食是死，被朝廷发现也是死。为了魏氏一族，顾不了那么多了。明日一早，让五娘来正厅，让长英和秦善也来见我。是。抢粮仓一事可行，但我们需先清除堡外丧尸，方可出兵去取。这就是统领族中护卫的秦善，竟如此年轻。堡外丧尸成群，若要出城，必先清理干净丧尸。你2人可有良策？我们是护卫，又不是谋士，哪来的计策？回家主，属下是粗人，听命行事尚可，计策实在想不出。回族长，属下愿带人出去清除危患。好，吩咐下去。明日召集族人，抓紧操练。3日后，所有族人跟着护卫一起出去清理丧尸。族人总要学会自己站起来，只有自身强大，魏氏一族才能在这世道继续生存下去。属下领命，即刻回去召集族人，抓紧操练。世道变了，乌堡内上千人，大家都待在安全的地方，偏偏那些护卫必须出去面对丧尸，人都会怕死，而且还是变成怪物那样恐怖的死法。长此以往，我怕护卫们会对魏氏心生不满。祖父思虑周全，3日之内，你那防咬轻甲能赶出来多少？孙女尽力。族长有令，3日后出城清剿丧尸，除独户无壮丁者外，所有人皆需参与。若有不愿去的，行动期间每日去祠堂罚跪，经清曹跪到傍晚人回来，丧尸1日不清，便跪1日。我们也要去吗？可我们连刀都没摸过。我可听说家主的孙子魏二郎也要出去，人都已经在营地训练了。连金枝玉叶的小郎君都不怕，咱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报名。这是锁子甲，用细铁环相互拴连而成，比皮甲防咬，比铜甲轻便，再加护肩与剪袖，延伸到上臂。这是面具，防止丧尸毒血溅入口皮，只留眼睛在外，其余全部遮挡。回女郎，涂上这些，小的们从未见过，只能尽力一试。不过材料的话，铺子里剩余的这些铁恐怕不够。材料我来解决，你们先做一具样品出来。另外，我还需200多副兽皮手套和护膝，届时我安排人处理皮革，你们配合赶制。是。家主，五娘今日在铁匠铺忙碌了1整日，护具已开始赶制。至于2郎君，被五娘留在了营地，正跟着护卫们一起训练。家主，五娘毕竟是世家小娘子，整日穿着粗布在外抛头露面，老奴怕族中传出闲话。如今世道变了，外面全是怪物，莫非五娘带人回来引走丧尸？乌堡安有今日？五娘想为族里做点事，难不成他们还敢说闲话不成？家主说的是，我老了，明伦又远在上京，孩子们若能独当一面，我也能安心了。女郎，
之前杀丧尸换粮食的奖励还算数不？俺们也想参加3日后的行动。粮食不够吗？屋堡内干活可以兑换公粮。够的，够的，只是家中没有余粮，我们心里不踏实，怕哪天没活干就没粮食领了。与其干等着心慌，不如趁这个机会多攒点存粮，也好过冬。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上次有陷阱，丧尸站着让你们杀，这次是野外遭遇战，丧尸会移动，会疯狂反扑，一不留神就是送命。你们想清楚了？女郎，俺们知道，俺们都想清楚了。只要能挣粮食，外面再凶险，俺们也不怕。族长说了，让大家挑选趁手武器，所有人一视同仁。那些百姓勇气可嘉，我卫氏一族后辈也是浩气英风。卫氏儿郎们顶天立地，不畏生死，家族何愁不兴旺？选长枪，长枪好使。行，我们听二郎的。此物防止丧尸毒血溅入口鼻，呼吸不受影响，视野清晰。出城时人手一副，以免被丧尸感染。所有人领取兵器后，跟着长鹰去教场训练。3日后，我们跟那群丧尸好好算账。阿姐，我3日后也要出去打怪物了。出去后必须听长鹰的命令，不许逞强，不许擅自行动，听见没有？我知道，保证听令。你最好说到做到，若敢不听话，以后再也别想出窝堡半步。记住，丧尸死穴在头部，刺穿脑袋，一击毙命。若在战场上看到熟悉的面孔，不要犹豫，立刻出手。他们早已死，只是披着族亲躯壳的怪物。你们需要做的是尽快让他们入土为安。怕是人之常情，但该做的事不能因为怕就不做。族长有令，所有人员尽快熟悉手中兵器，3日后出城迎战，谁都不许掉队。愿列祖列宗庇佑，儿郎们平安归来。该我们上了，郎君们记得保护好自己，万万不可逞强。我的手，血！不要走神，杀丧尸！活人还要不要命了？我不想变成那种东西。堂兄，堂兄啊！为了防止尸变，尸体的脑部必须要破坏掉。手套缝制如何了？已经做好有50多副了，棉絮不要加了，直接缝合，能护住手就行。今晚必须全部赶出来。是。今日之事是我疏忽，不能再让第2个人因此送命。家主真的一视同仁。活着回来，每一个人。将军，你们回来了。何事？长统领，你们还手刃不？俺们也想当女郎的护卫队。护卫？俺不怕死，跟着女郎杀丧尸，俺们乡亲都愿意。能每月领2斗粮食，家里人也不用饿肚子。俺们都不怕死，只求跟着女郎。我做不了主，得先问女郎的意思。女郎，
这般穿着若被外人瞧见，乱世之中，活命靠的是体力，不是规矩。禀女郎，屋堡外围丧尸已清理干净，族人想出城为家人收尸，请女郎示下。准了，明日放下吊桥，派护卫接应，不许单人出堡。是。另外还有一事，那批村民想入您的护卫队，跟着女郎效力。既然他们愿意，全部收编。正好我们也缺人，给他们换上护卫服，粮饷照例发放。属下领命。其实将这些丧尸土葬危害极大，火葬才能杜绝后患。可在这个世道，火葬等同于挫骨扬灰。我若提出来，所有人都会与我离心，这个口不能开。族长，寒潮提前，族中没有准备，木材储备不足，部分旁支族人家中已经断粮。照眼下消耗，宫中存粮撑不过2个月。木材的话，可组织人上山去伐木砍柴，另让秦善派一小队护卫出去保护。粮食我另有安排，你先退下。把长英、秦善叫来。你2人跟随卫士多年，最是忠心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老夫也只信任你们。家主言重了。如今怪物横行，物资短缺，族中存粮撑不过这个冬天，所以我决定命你2人挑选100名精锐，跟随舞娘前往益州粮仓破仓运粮。族长，此事若泄露，便是抄家灭族之罪，所以万不可走漏风声。对外只说出去寻药材和过冬物资，一切等粮食运回再论。是。孙女知晓轻重，定会保护好自己，为族里取来粮食。去吧。孙女先退下了。我们与夜晚的丧尸交过手，他们速度极快，力大无穷，加上嗅觉和听觉灵敏，想要隐藏行踪几乎是不可能。粮仓在青阳县以北，约60里路，需经过不下10余座村庄。前面的路倒有些山林可以躲避，青阳县附近却是一马平川，只能硬闯。另外，我们没有牛车托运粮食，靠人力恐怕取不回多少粮。我已让人造了30辆改良木牛流马，加上族中原有的，共计100辆。改良后负重数百斤，1人便可推动，足够运回我们所需粮食。舞娘思虑周全，属下佩服。我家女郎聪慧过人，提前预知情况而想出万全之策，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你们即刻回营挑选人手，我去准备锁子甲。3日后出发。这一趟必须成功。面罩有200具，但盔甲只有50副，若要出征，怕是不够分发。够了，运200人推车，真正外围交战的只需50人，只要不被丧尸冲进队伍里，其余100人根本不用参加到战斗中。女郎，楚先生来了，人就在屋堡外。楚玉，他怎么过来的？外面丧尸横行，楚玉此人竟有如此本事，真的能来到屋堡？快请楚先生进来，我去禀告祖父。楚先生，别来无恙。郎主与女郎已在府上等候，先生请随我来。长统领，有劳带路。楚玉见过魏公。楚先生不必多礼，请坐。不知先生是如何抵达我魏氏屋堡的？玉乃巨鹿郡萍乡人士，距此地不远。白日怪物行动迟缓，避开即可。午时过后，便要寻得绝对安全的避难所过夜。7、8日的路程，硬是走了快1个月才抵达屋堡。好在屋堡外怪物已清，我们并未遇到危险。如今外面世道混乱，先生敢带家眷出行，胆气过人。玉此番前来，是想恳请魏公收留。玉不惧生死，唯放不下家中老母。先生言重了。
先生能来投靠乌堡，是我卫士之幸，安心住下便是。先生，不知如今外面的情况如何？自从回来后，我再也没有出过乌堡，也不知道外面局势到底如何。益州恐怕已全境沦陷，欲一路走来，未见一个活人城池。往坏处想，整个大元朝或许早已被怪物吞噬，朝廷已名存实亡。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的局势像是朝着末世小说描写的那样发展，就好像末世真的已经来临。女郎何必忧心局势？我等只是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对于卫氏一族来讲，如何在这世道保全家族才是首要。多谢先生告知，先生先去歇息吧。此去粮仓危机四伏，这件金丝软甲是先帝御赐，昨日我已让魏廷按你的身形改好。这柄细剑名曰落雪，你带在身边防身。多谢祖父，祖父虽平日严苛，但终究是疼我的。祖父，楚玉此人有大才，对外界局势也熟悉，这次去粮仓，是否能带上他？不可，此人说话行事滴水不漏，不好评价，只等再观察一阵子。况且此次行动关乎卫氏生死，绝不可走漏风声，让他老实待在乌堡。孙女明白。此次出征，旨在搜寻药材与过冬物资，由五姑娘魏希音担任统领。大兄，五娘毕竟是个女子，怎能让她统领护卫出去？简直不成体统！大兄若实在无人，便让我那孙儿卫礼去。卫礼？他身子骨弱，又没经过风浪，三房如今就他一个在西前，你舍得？名字辈皆是文弱书生，孙辈又都是各房的独苗香火。如今这局势，除了五娘，谁能担此大任？祖父，我也要去，我要跟着阿姐。胡闹！你阿姐是去办正事，不是去游玩。我不管，我就要跟着阿姐，我不跟阿姐分开。吴伯，看着点二郎，不许他乱跑。祖父，我定平安带粮回来。出发！女郎，翻过这乌鸦山，山顶便是今晚的落脚点。怎么了？昨夜出事了？阿姐，谁让你跟来的？哦，女郎，二郎君昨日趁吴伯去送行，偷偷从密道溜出来的。后半夜，他瞧见山顶有人影，便摸了上来。守夜的护卫险些将他当成丧尸，一枪扎死。亏得二郎君反应快，用枪格挡开去。你真是长本事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要是昨夜被护卫击中，你以为你还有命在？我很厉害的，他们根本伤不到我。阿姐，你凭什么凶我？女郎莫气坏了身子，二郎君不懂事，再教便是。长英，挑4个人，现在就把他给我押送回堡去，让吴伯锁起来。我不回去，阿姐送我回去，我还会再跑出来的。我要跟着阿姐。强行送他回去，以他的性子，定会再次偷跑。如今外面全是怪物，他若只身一人在野外，必死无疑。可若留他在身边，岂不是纵容他胡闹？女郎，二郎君身手不弱，之前清理丧尸时，属下也瞧见过。与其让他独自在外涉险，不如带在身边，也好照看。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回堡后，该有的责罚一样少不了。
阿姐最好了。你立刻抄小路回保，给祖父报个平安，免得家里担心。是。女郎，过了这片平原便是益州粮仓，但粮仓平日有3000益州军驻守，如今世道虽乱，不排除里面仍有活兵。破仓运粮一旦被朝廷驻军发现，便是谋逆的大罪，会连累整个卫氏。若真遇到活兵，我该如何处置？难道要对同胞痛下杀手？我们身上的配饰、车辆上的卫士标识，都清理干净了吗？出发前已全部抹去。通知下去，下山前所有人戴上面具，若遇上活人，不可伤人。自称我们是乌鸦山龙虎寨的。龙虎寨？这方圆百里有这个寨子吗？蠢货！女郎的意思是我们扮成土匪硬抢。哦，世道已乱，占山为王的土匪多如牛毛，这个身份最合适不过。阿姐，我的呢？小心！这怪物，白日的速度怎么也变快了？白日的丧尸竟也开始进化了。这里的血液居然还是红的，说明此地的丧尸爆发要晚一点。难道病毒真的在进化？还是因为天气寒冷，没有日照，它们在白日里也变得活跃了？若是能抓一只活体回去研究就好了。女郎，村口的丧尸清理干净了，一共308只。昌兰村是个大村，怎么可能只有这点人？剩下的村民都去哪儿了？是逃走了还是……先不要深入，在村口那间尚算完整的空屋整顿修整，今夜在此落脚。头儿，咱们真的要听着公家小子的话来抢粮仓？这要是被官兵抓住，可是要杀头的呀！放屁！不抢粮仓，兄弟们在这个冬天天天等死吗？要不是这小子知道粮仓的暗道，老子早就一刀宰了他了。去个人，把那几只怪物引开，快！藤墙下何人？站住，否则乱箭射死！咱们这身装备看着可不像土匪。自称土匪不过是个名头，能遮掩身份便可。启禀大当家，前方发现少量怪物尸体，身上穿的都是益州军的军服。有人抢在我们前面动手了。益州粮仓储量10几万担，短时间内绝不可能被扳控。有人在前面替我们清理怪物，反而是件好事。再谈，咱们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城门下何人？站住，否则乱箭射死！妈的，这粮仓里竟然真的有活人！救命！救命啊！怪物，快跑啊！跑什么？都不许跑！谁再敢当逃兵，老子先一刀劈了他！一群乌合之众也敢来打粮仓的主意，光是这道铁门，你们就休想破开！把那小子给我带上来！城墙上的官兵听着，齐川宫室的宫六郎在我们手上。宫六郎君，识相的就拿1000担粮食来换他的命，否则老子现在就送他上路。他们这一闹，正好帮我们省了攻城门的力气。传令下去，所有人等城门一开，立刻动手。是。是宫六郎，是宫刺史的亲侄子。他要是死在我手的粮仓前，我这颗脑袋也别想要了。
不过看这群辽民的架势，只是为了求粮。六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楼下何人？尔等可知私闯朝廷粮仓是诛九族的重罪？我们是高义龙虎寨的。你傻呀！自报家门是等着朝廷事后清算吗？少废话！大人，我们就是求粮，拿1000担粮食换宫六郎的命。大人若是不答应，就等着给你们刺史大人的亲侄子受尸吧。要是割破了皮，六郎变成吃人的怪物，公家绝对不会放过我。开仓放粮顶多受罚，刺史大人还能保我。要是六郎死了，我必死无疑。阁下且慢动手，先把刀挪开。本官立刻命人准备粮食。兄弟们，跟老子上去拉粮！行动！冲啊！关门！快关上大门！尔等何人？竟敢光天化日突袭朝廷粮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吾等乃乌鸦山龙虎寨士也。你居然还有同伙！放屁！老子根本不认识他们！小娘子胆子不小，敢打朝廷粮仓的主意，可知此举会招来灭族之祸？打晕就好，不必取他们性命。是。装粮完毕，撤！这群人全听着女子的指挥，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下他，粮食和人质就都保住。大当家！撤退！快撤！撤！粮食能带走多少是多少。乌鸦山龙虎寨，那个戴面具的女匪首到底是什么人？女郎，女郎可有事？阿姐，你受伤了？我没事，多亏了祖父送的金丝软甲贴身穿着，剑锋没刺进去，只是撞得有点疼。不过这次确实凶险，杀那些丧尸还行，对付张元烟这种训练有素的武官，我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在这个乱世，我得变得更强才行。长英，等回去后你就教我习武吧。女郎想要学武是好事，属下自然乐意教习。都是我护卫不力，才让女郎在眼皮底下受了伤。若有下次，我提头来见。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我们说好的，只要我给的消息准，你们就分我2袋粮食。如果我反悔了，不给你呢？好了，逗你的。长英，取2袋粮食给他。这笔交易算你赢了。不过我很好奇，你当初哪儿来的胆子拦我的车？大当家，昨天放在外头的木牛流马被人动过，清点后发现少了2张面饼，村里怕是还有活人。抢粮要紧，先别管，在村口多留几张饼，等我们回来再说。我观察了你们1晚上，你们是要去抢益州粮仓吗？我知道守军染了疫病，防守空虚，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情报。事成之后，你们要分我2袋粮食。大当家，以后要是有需要，我还能帮你们。好，只要你的情报属实，拿到粮食，本姑娘绝不食言。长英，吩咐人先把粮食找个地方临时存放一下。谢瑞安，你就在这儿帮我们守着这批粮，等我们把剩下的运完，再给你2袋。运完？你们还敢去粮仓？为什么不敢？
趁他们现在还没回过神，正好杀个回马枪。大当家，不可！您刚才受了伤，这次绝不能再去涉险。此事交由属下2人便可。女郎在村中静候，我们定将粮食带回。罢了，我不去。但你们记着，这次他们定有防备，必要时以护卫们的性命为先。那些官兵，生死不论。是。六郎君，您感觉如何？都怪下官救援来迟。驻守在此的益州军还剩几人？至于96人。怎么会少成这样？营千总最先染上了那吃人的疫病，发狂咬人。初时大家不知情，又不敢伤了千总大人，结果防线瞬间就溃了。罢了，六郎，我们先回房休整，粮仓之事之后再议。还好，虽然看着青子吓人，但骨头和筋络都没伤到，只要调养些日子，就能彻底痊愈，真是万幸。六郎怎会落到那群土匪手上？我出门游行时，凑巧经过高邑，我没想到那伙流民胆子大的连世家车队也敢劫。他们怕事后被公家报复，本想直接杀了我，是我将他们引来粮仓，借此机会脱身。六郎聪慧，您放心，几日前下官已派了最精锐的斥候赶往广平郡，向刺史大人求援。等援军一到，下官便护送您回广平，刺史大人身边总归是安全的。不会有援军了。为何？皇城已然沦陷，朝廷没了。朝廷没了？这怎么可能？还没明白，京都也爆发了疫病，益州已是孤立无援。我那三叔就算如今还活着，怕也是自顾不暇，顾及不到这小小的粮仓。朝廷没了，刺史大人自顾不暇，那我们守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一旦朝廷覆灭，粮仓孤立无援的消息传开，周边郡县那些饿疯了的幸存者，都会将目光瞄准粮仓。仅凭你手下这不足100人的残兵，守得住吗？那依六郎之见，我们该如何是好？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粮食被抢光啊！向辖内的天河卫士求援，以这粮仓里剩下的粮食为筹码，求他们的乌堡接纳，尽快转移。对啊，清河卫士有乌堡防守，与公家又是世交姻亲，有六郎出面，他们定会接纳我们。大人，不好了！那伙戴着面具的土匪，他们又折返回来了。这群贪得无厌的贼子，真当我益州军是摆设吗？那位小娘子胆子可真大，张大人不如直言问他们要多少得了。他们人手不够，粮食根本带不走，没必要在这里做无谓的消耗，保存实力要紧。也只能如此了。传令下去，打开城门，让他们搬。怎么这副表情？邪门了！那安抚使司谦是亲自站在城楼上，问我们需要多少粮食，甚至还打开大门让我们自己进去搬。那群官兵吃错药了。算了，不管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要粮食是真的就行了。常英清点过数量了吗？清点过了，加上之前的，足够族人们吃上大半年了。此地不宜久留，免得夜长梦多。传令下去，全体收拾东西，立刻启程回乌堡。大当家，你们这是要回山寨了吗？能不能带上我一起走？带你？瞧你这小身板，我可不敢雇佣童工。我很能干的，洗衣扫地烧火我什么都会，只要大当家肯收留，我把这2袋粮食还给你们，我不要工钱，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再这么流浪下去，我肯定要被吃掉或者冻死。这群土匪虽然凶悍，但这个女首领至少看起来心肠不坏。这小丫头分明是个没长开的姑娘，装什么小伙子？她知道我们抢粮仓的秘密，要是放任她留在这里，万一被官兵抓住，泄露了我们的身份，乌堡将永无宁日。还是把她放在眼皮底下看着为好。行吧，自己收拾好东西跟上，
谢谢大当家，我这就去收拾东西。出发，回五堡。女郎，雪太大了，山路泥泞打滑，拉着这么多粮食，咱们怕是无法翻越前面那座山峰了。不能停下，先离开青阳县的辖区，等到了今晚的落脚点，我们再重新规划路线。是，大伙儿跟上，动作快点！必须尽快回乌堡了，这场雪来的不是时候，也不知族里的情况如何。明泽兄，10月飞雪已是异端，听闻你让砍柴的村民都回屋休息了。朱先生，这风雪实在太大了，下人们实在冻得受不住，我便想着让他们歇息几日。不可停！乌堡内如今准备的冬柴根本不够，若往后天气越来越恶劣，等到了腊月，族人们该如何熬过去？这会严重至此？趁现在气温还能忍受，多准备些柴火，也好过日后追悔莫及。先生所言极是，是我大意了，我这就去通知村民，继续上山砍柴。改装车和普通车的差距太明显了，等回到乌堡，必须把所有的木牛流马都重新改造一遍。秦善，怎么了？大当家，不对劲，这只怪物的力气比以前大了很多，刚才它扑过来的速度几乎快赶上常人了。你是说这些怪物在变强？他们行动不再像以前那样笨拙。大当家，我们必须尽快赶回去，这世道越来越凶险。女郎，天要黑了，前方山路被大雪封死，咱们酉时之前到不了下一个村子了。前面找到一间勉强能遮风挡雪的土屋，我们今晚可要在那里休整。顾不上挑了，所有人速速前进，前往土屋暂避风雪。大雪天山路打滑，粮车根本上不去乌鸦山，咱们只能绕行山脚，但需要穿过这5个大村庄。绕山脚路况太差，坑洼不平，我建议直接走官道。官道平坦宽阔，万一遭遇怪物，兄弟们也拉得开阵势。走官道确实快，但东武到陵县之间有一个官驿，那里曾驻扎了上百人，如今怕是怪物成群，太过冒险。女郎以为如何？走官道，咱们带着百车粮食，拖得越久越危险，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窝堡。是。火光在黑夜里太显眼了，要是把那些怪物引过来就糟了。女郎放心，那些怪物主要靠听觉和嗅觉。现在外面风雪这么大，气味早就散了。况且我们过来时，并没有发现附近有丧尸身影。女郎过于小心谨慎了。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不能在最后关头出差错。还真是没心没肺的。这群人恐怕根本不是土匪，他们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甚至还有地图。到底是什么人？我跟着他们回去，真的安全吗？怎么回事？大当家，有敌情！是丧尸！所有人拿武器！你们几个守住窗户和后门，绝不能放一只怪物进来。是。我们100多人聚在这里，目标太大，只会把周围的怪物源源不断的吸引过来。这土屋年久失修，根本扛不住撞击。大家不要聚在一起，速速分散开！阿郎，抓紧我，别乱跑！阿姐，有怪物！这叫声，果然，定是有逃难的幸存者路过，把大批的怪物引到我们这儿来了。退后！好恐怖的力量！夜晚的丧尸实力竟然比白天翻了1倍不止。屋里施展不堪，所有人跟我冲出去！
秦善呢？他怎么还没出来？要死在这里了吗？就算是死，也绝不能变成这吃人的怪物！发什么呆？看后面！快撤！该死！这群混蛋在拿我们当挡箭牌！没事吧？还好，没有受伤，还是女郎英明。好一群自私自利的蠢货！把怪物引过来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拉我的兵去挡刀！全体听令，撤退！退入村庄后方，10人1时，分散驻守，每隔50米设一防线，把怪物引开。快跟上他们！老大，他们分成了好几路，咱们跟着哪一路啊？蠢货，难道不知越叫越能引起丧尸的注意？不过这样也好，正好把丧尸吸引去那边，让他们自食恶果。不用管他们，自食恶果罢了。所有人按照队形站好防御。第1时向左靠拢，第2时顶上空缺，互相支援，不要单打独斗。女郎，清点过了，得益于您让大家穿的锁子甲和分散迎敌的法子，咱们的弟兄无一伤亡。很好，走，去找昨晚那群祸水东引的家伙算账。我等不是有意为之，东武城破，我们也是拼死冲出来逃到了这里，事先不知这里有人。那事后看见我们，为何还故意把怪物往我们这边引？我等逃到这里只剩几10余人，怪物实在太多，为了保护翁主安危，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还望诸位看在中山王府的颜面上，就此接过。中山翁主，中山王的嫡女。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你们怎敢对翁主无礼？有何不敢？你们为了保命祸水东引，我就算现在杀了你们，那也是你们自找的。滚开！别拿你的脏手碰本姑娘！若有不听话的，等晚上直接扔出去喂丧尸。把他们留在这里冻着，我们进屋休整。女郎为何要抓中山翁主？打不得杀不得，还要浪费口粮，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万一中山王日后追究，不抓难道就这样放了？身份高贵又如何？在这世道，难不成丧尸看你身份高贵，还能放你一马不成？东武县上万人口，城破之时，为何偏偏只有中山王府的这几个人逃了出来？这里面定有蹊跷。这么硬的饼怎么吃？这东西连牲畜都不吃！你们外面车上明明拉了那么多粮食，凭什么只给我们吃这个？两位小娘子，粮食再多，那也是我们的东西，为何要拿给你们吃？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我可是……人为刀俎，你为鱼肉，蠢成这样还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你记着，我不杀翁主，难道还不能杀你了？你可能是我与表姐失礼了，女郎此时本不该挑剔。这翁主倒是聪明人，我等并没有主观恶意，当时情况紧急，才连累女郎。东武县城破当晚正值灯会，我与表姐与家人走散，随从护着我们躲进了一处冰室，靠着白日怪物行动迟缓，随从每日出去搜寻食物。我们在冰室里挨了10几天，
直到前夜，冰室大门被夜晚狂暴的怪物撞破，我们才被迫逃出城。我出行的210仗队，逃亡路上只剩下几十人。我们原本想去投奔益州粮仓，却在这里被怪物追上。绝望之下，随从为了护我，才将怪物引向了诸位。依地而处，若是阿郎身陷绝境，我恐怕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女郎，属下还未谢过女郎昨夜的救命之恩。无需介怀，换做被围困的是我，你和常烟也会拼死相救。你觉得中山翁主等人该如何处置？若异地而处，为了保护女郎，属下也会做出同样的隐怪之举。他们的随从并无恶意，只是护主心切。我明白了，让他们走吧。你们走吧。女郎，我观你谈吐不凡，为何要在这荒郊野外做山匪？女子应当温婉恬静，温良恭俭，打打杀杀并不适合你。看来这个中山翁主是个老实人，他们到底哪里看起来像真正的土匪了？温婉恬静，在这人吃人的乱世，温婉的女子要如何活下去？将刻板印象强加给女子，什么女子本弱，在我看来就是无稽之谈。巾帼亦可不让须眉，世间女子绝不比男儿差。女子也不比男儿差吗？启程，回家。大兄，别担心，五娘他们算着日子也该回来了。等拿回药材，您的病很快就能好。哪有什么药材？五娘此行是去运粮的，若是顺利，带回来的粮食足够族人们坚持过完整个冬天。我这身子怕是撑不了多久了，绝不能再让族人们为了我去冒险寻药。五娘聪慧过人，处事果决，可惜啊，她是个女子。若她是儿郎，名论不在，我便能安心将这家族交托给她了。是这世道束缚了这孩子。大兄，您在胡说什么呢？医官说了，您只是需要静养，药马上就带回来了。派人出去看看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还有让族人们把各家库房再翻一遍，看看有没有能用的药材。快去！是，三爷，老奴这就去办。回来了，女郎和统领们推着粮车回来了，快开城门！姑娘，一路上可受苦了，这一趟可有危险。老长辈牵挂，一切有惊无险。我们带回了100车粮食，足够大家撑过这个冬天。药材呢？药材带回来了吗？药材？族里出什么事了？谁生病了？是族长，祖父病重。阿姐，等等我！可是五娘回来了。祖父，是孙女回来了。这屋里连个通风口都没有，这么烧木炭，风寒还没好，人就要一氧化碳中毒了。五娘不可，家主本就受了风寒，吹了冷风可如何是好？把这些火盆全部搬出去，一个不留，立刻！祖父，您是不是生阿郎的气了？阿郎以后再也不偷跑了。阿郎莫哭，五娘此行可还顺利？顺利。祖父，我们带回了5000多斗粮食，外面还藏了5000斗，族人们能安稳过冬了。好孩子，有了这些粮，大家能过个好年了。祖父，您先歇息，索女先去安顿粮食，明日再来侍奉您。这么着急离开，你是要现在带着人出去找药材？冬日山上无药，药只能去县城，可城里有多少怪物？我一把老骨头，怎能用其余族人的性命来换我的命？祖父，我不怕。况且永宁县城破，大量丧尸倾巢而出，留在城里的应该不多，取药并不难。您等我回来。
阿郎，守在祖父榻前，不准吵闹，听懂了吗？女郎，家主他的病，祖父病重，急需药材，我意已决，明日天一亮，带人去永宁县城寻药。属下等义不容辞。好，出发之前，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女郎，这是何物？此物名为汤婆子，用铁打制，里面灌入滚烫的热水，密封后放在被窝里保暖。你立刻带人赶制2个出来，送去老宅给祖父用。是。另外，派人去告诉族人，寒冬保暖，切不可在密闭的房内烧木炭，人若是闻久了会中毒，还不如使用汤婆子来的安全。是，我这就去办。女郎，您不在的这些日子，铁匠铺加班加点，又赶制出了80多副金刚箍甲。明日我们便要出去，护甲全部取出来，交给营地吧，让长英和秦尚自行分配。祖父，快抱着，这是苏女让铁匠刚打出来的汤婆子，里面灌了滚烫的热水，保暖最是温和。好孩子，难为你竟能想出这等奇巧物质，手脚一暖，浑身都舒坦了。祖父觉得好用，便一直抱着。您安心歇息，孙女先退下了。女郎，您可算回来了。女郎，楚先生求见。女郎，天色已晚，外男深夜入闺房，怕是不合礼数。如今是什么世道，哪来那么多规矩？快请楚先生进来。深夜打扰，还望女郎见谅。欲听闻女郎明日一早便要前往永宁县寻药，明日天一亮便出发。欲愿随行，助女郎一臂之力。先生愿出力自然是好，正好此行凶险，正好借此机会考量考量他这个谋士的成色。女郎，长统领和秦统领人在门外，将人带进来，我等需要商量明日之行，先生留下一同听听吧。这是今晚不打算睡了。女郎，永宁县人口大约3万余人，想要闯进城寻找药材，恐怕非常难。难怪前几日族人们出去砍伐木材，护卫便发现附近丧尸变多。女郎，那我们该如何进城？楚先生，依你之见呢？我们的目的是拿药材，而不是杀丧尸。女郎不妨尝试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之计。若是丧尸大量外出，那首当其冲便是倭寇，这对我们非常不利。长统领莫急，永宁县城有2道城门，一道通往清河，一道通往安平。可城门都是从内部反锁的，我们若绕道去安平郡强行破门，祖父的病根本等不及。所以我们要用阳谋。既然有幸存者，女郎为何不以利为饵，让里面的幸存百姓主动打开那道门呢？为了活命，城内的百姓定会有人站出来，拼死从内部打开通往安平郡的城门。届时怪物被引向安平，我们甚至可以要求逃难的百姓顺路带出药铺的药材。好一招借刀杀人，借势借力，利用百姓的求生欲，我们只需在城外接应，便能不费一兵一卒拿到药材。妙啊，此乃大才。好，就依先生之计。长英、秦善，传令下去，明日拂晓出发。三叔祖，天这么冷，您怎么出来了？我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三叔祖放心，侄孙定会平安归来。您快去老斋陪着祖父和二郎吧。二郎年纪小，我怕他惹祖父生气。祖父，武堂妹说的对，咱们去老宅陪着族长吧。行了，等吴娘走了，我自会回去。启程。当家的，缸里连一滴水都没了，虎子快撑不住了。隔壁弄堂就有水井，我出去打水。不行，外面全是吃人的怪物，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不出去，
儿子就会渴死。我必须拼一把。狗子，我们真要出去吗？外面的怪物越来越厉害了。不出去，在酒窖里迟早也是个死。我爹娘和妹妹还在家里，我必须回去看看。哥，狗子哥说的对，坐以待毙，不如拼一把。我陪豆子哥去。城里的人听着，我们是清河卫士的护卫，卫士窝堡现在很安全，有充足的粮食。只要有人打开东面城门，放出里面的怪物，我等即可从西城门进城展开救援。这些人在等别人去送死，自己坐享其成。长英，再喊。是。我等只在此处等待3个时辰，若是无活人出来，便代表城里已无幸存者。我等将自行离开，返回窝堡。现在已经过去1个时辰。在这儿藏好。若是我回不来，你就带着虎子去卫士五堡。当家的。阿曹，敢不敢跟俺去拼一条活路？拼了！哥，你在后面给俺们看路。原以为他只是个养在深闺的世家千金，没成想杀起怪物来，竟如此果决狠辣。女郎，城内情况属下熟悉，若从西城门进，离得最近的是药材铺，旁边还有布行、集市。此行以药材为主，其余物资视情况而定。女郎，哨兵发信号了，东城门开了。整合队伍，进城。女郎无需内疚，牺牲在所难免。他们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路而战。秦善，你带人去东城门接应幸存的百姓，带他们回车队。长英带人，其他地方找物资，其余人跟我去药铺，把这些药柜整体抬走，装车。求求你们去救救孩子他爹吧，他去开城门还未回来，求求你们了。这位夫人放心，已经有人赶去救人了。谢谢女郎，谢谢女郎。女郎，您可是要寻物资，我熟悉这城里，我知道哪家有藏货。起来吧。孩儿他爹，你还活着，吓死我了！活着，卫士的贵人救了我，咱们一家都活下来了。城里可还有活人？若有，速速答话，我等前来接应。没人了，关城门，撤退。刚才便不见先生踪影，城里到处都是怪物，先生这是去哪儿了？身边谋士不见了，女郎竟连派人寻一下都不曾，当真令人寒心。我这不是相信先生的能耐吗？况且有2位高手贴身护卫，怎会出事？先生就别卖关子了。盐，古代盐铁官营管制极严，永元县根本没有卖盐的资格，他从哪儿弄来的？先生，你在哪儿找到的？贩卖私盐虽是死罪，但暴力动人心。长沙王以前便私贩过，我顺着黑市的暗迹摸过去，果然找到了他们的窝点，不过只有30袋。才30袋，这些盐贩子也太胆小了。既然都选择贩卖私盐了，才运这么点。让你白捡了这么多盐，这还不够？姑娘，此行可顺利？一切顺利，除了药材外，还带回些其余物资。好，哈哈哈哈哈！好，
五娘当真是我魏氏的福星。立刻把药材车送到药材铺，通知医官直接去那儿抓药配药。我去探望祖父。阿姐，二郎今日可有听话？有，回来就好。药材都带回来了吧？之后别出去了，屋堡里还能撑一阵子。祖父放心，尊女也是这般打算的。药材已经全数运回，医官这会儿正在配药呢。好，女郎，医官刚抓好的药，老奴亲自盯着熬好了。嘘，祖父的病有药可医，这屋堡的定海神针便倒不了。如今外面局势混乱，我得趁热打铁，将屋堡内部的规矩彻底立起来。五娘怎么过来了？侄女是想来问问，族里打算如何安置永宁县的百姓。那些百姓大多数人逃出来时身无一物，我们几人还在商量。现在天气愈发寒冷，以工代赈已经行不通，但若是直接发粮，恐怕对之前的那些百姓不公。侄女倒是有个主意，赈济粮在冬季一定要发的，但不能全发，既不能让他们饿死，也不用管饱。侄女提议在宗祠广场建一座公厨。如今冬季严寒，若让各家自行生火煮食，极耗木柴与粮食，不如由族里出面，在宗祠广场设立公厨，统一烹饪。百姓每月发固定数量的木牌，只够果腹。若想多得，便得为屋堡做工正取。至于族人，虽有优待，但也绝不养闲人。妙啊！如此一来，既能省下大批柴火，又能逼着那些闲散人出力，还能摸清谁家底子厚实。好，既然叔伯们赞同，那便尽快选址动工。宗祠前的广场便是现成的地点。叔伯，五堂妹，出大事了！益州粮仓来了2名斥候，正在窝堡外，指明要见族长。益州粮仓的人，难道我们破仓夺粮的事情败露了？不，当时我们都戴着面具，绝不可能留下马脚。外面全是怪物，他们怎么会派人到这里来？来人，快请族老来！侄女先去探查一下。这屋堡内竟如同世外桃源一般，连个怪物的影子都没有。清河卫士果真底蕴深厚，非我等凡人可比啊！见过女郎。沉住气，只要我们不自乱阵脚，他们绝不可能有真凭实据。见过三族老，我等奉粮仓张大人之命，特来呈提求援密信，请三族老过目。明泽，快随我去大兄那里，事关重大。这护甲上的锻造纹路，怎么跟那天夜里抢粮的劫匪穿的一模一样？大兄，齐川公六郎派人求援，他想带着益州军残部，还有粮仓里剩下的20多万担粮食，前来投靠我们窝堡。20万担粮食，这可是从天而降的天大馅饼。既然他们不知道抢粮的是我们，那这笔粮我们便收得名正言顺。大兄，这可是20万担粮食啊！我们若接纳了他们，窝堡实力必将大增。糊涂！如今外面大雪纷飞，温度低至零下10几度，此时出兵运粮，无异于让族人送死。那大兄的意思是，告诉那2名斥候，卫士绝不会对朝廷军队见死不救。但天寒地冻，大队救援需等开春。至于公六郎和残部，若想避难，可自行带部分粮食前来窝堡，能运来多少是他们自己的本事，绝不能让我家五娘和护卫冒这个险。云郎，粮仓来人了，是不是我们抢粮的事穿帮了？要不要我带人把那2个家伙灭口？慌什么？当时我们都戴着面具，他们没有证据。秦善，吩咐下去，将所有改装过的木牛流马锁进库房，护甲全部入库封存，换回普通冬衣。是。另外，派人去铁匠铺，让魏婷把正在打造的护须全部藏起来，绝不能让那2个官兵看出端倪。
女子，那2名官兵已经离开。据三族老所言，他们确实是来求援的。宫六郎要带残部和粮食投靠。求援，用的是宫六郎的名义，而不是益州刺史宫城俊。益州军是朝廷的军队，宫六郎不过是刺史之子，无官无职，他凭什么代表益州军？上次运粮，张大人态度转变极快，甚至主动开仓。看来粮仓内部早已生变，这宫六郎是想借我们的手，把益州军据为己有。先已经制动，你们就当此事从未发生过，如往常一样奔死。料想在清河卫氏的地盘，那群官兵也不敢随意开罪于我。外面什么动静？许是族老们在招工建造公厨。我保召集工匠壮丁修缮公厨，管1日3餐，有力气者皆可报名。真没想到，救我们回来的土匪竟然是名震天下的清河卫士。不过劫粮可是灭门重罪，看来我必须把这秘密烂在肚子里，才能在乌堡里活下去。这竹牌有10道刻痕，代表10日餐食，发给村民和难民避冬。杨木牌发给族人，有25道痕。松木牌有30道痕，专给护卫和工匠。老人孩童则免牌就餐，帮忙搭建食堂，1日可兑换1天餐食，10日可直接换取1块竹牌。瓦匠与识字者，粮食加倍。大人，小人是永宁县的瓦匠，会造房子。老乡，登记一下名字，瓦匠每日可得双倍木牌。阿姐，我好冷啊！拿着，抱着它暖暖。铁匠铺赶制的汤婆子治标不治本，气温还在降，现在建造地笼和土炕根本来不及，必须想个见效快的御寒法子，否则这个冬天天天都会冻死人。六公子，到了，我们终于到了。郎君，我们族长有请。晚辈见过三族老，听闻魏公抱恙在身，不知如今身体可安好？老六郎君挂念，大兄已服了药，正在静养，不便见客。那是自然，魏公身体要紧。三族老，那我们投靠之事，大兄已经看过了信，朝廷的军队，魏氏自然不会见死不救。只是如今风雪太大，去粮仓运粮的事，需等冬季过后再议。二位和手下官兵先在窝堡住下避寒。多谢魏公，多谢三族老。晚辈等人过来时，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正在搬运木材，冒昧问一句，这是在做什么？族里正准备建造公厨，方便统一用膳。我等寄人篱下，无功受禄，实在心中有愧。我手下这60名弟兄虽然疲惫，但还有几分力气，愿协助乌堡修建公厨。张大人有心了，那老夫便不推辞了。你们冒雪赶路，想来也是舟车劳顿。卫里，你带着他们先下去安顿。是，多谢族老。走。六郎君，你刚才为何不将京都沦陷的消息告诉卫士？他们长房可都在京城，若是知道了，肯定会急着派兵去救，我们也能顺路回齐川本家呀。那是因为之前并没有料到魏公生了病，若是贸然告知他长房生死未卜的噩耗，万一魏公有个3长2短，清河卫士会将这笔账算在谁头上？再者，京城具体情况不明，万一魏氏长房一家平安无事，这不是要让齐川公氏与清河卫士结仇？在魏公病好之前，这个消息必须烂在肚子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在乌堡待着，别惹祸上身。女郎，请看，这地笼火道口直连灶台，一旦生火做饭，热气就会顺着墙体流转，整个公厨都会暖和起来。我们还做了活动的铁板，等到了夏天，把铁板往下一拉，封死火渡口，热气就进不来墙体了，真正能做到冬暖夏凉。这公厨的下方就是地宫的入口，既然公厨和铁匠铺的熔炉都能产生源源不断的热气，如果能将这股热气直接引入地宫，那整个地宫不就成了天然的避难所？2位师傅，
这火道口能不能改动一下，让它通往地下？女郎，铁匠铺左右都是铺子，在这里挖火道，热气也传不远啊。挖了又有何用？不用往旁边的铺子传，你们把所有火道口全部朝下便行。朝下？女郎是想把铁匠铺的热气引入地宫？没错，与其让大家每日半夜爬起来扫雪，还要忍受严寒，不如把所有热气集中导入地宫，让全堡的人都搬下去。公厨那边的火道也照此改动，多加几个锅炉，务必让热气灌到地宫。是。三叔，五娘这主意绝了，将公厨和铁匠铺的热气引入地宫，全族搬迁下去，不仅能避开风雪，还能省下大批砍伐的木柴。好，还是五娘聪慧。如今这世道，能省下木柴就是保命。传令下去，立刻照办。三叔，侄儿建议，在公厨和铁匠铺内各开一道暗门，直通地宫。如此一来，族人们用膳、做工都无需再走到地面上忍受风雪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就这么办。小心脚下，这里路滑。无妨，走稳便是。这地宫底下竟比老老实实待在屋里还要暖和。五娘此法救了全族啊！祖父安心休养便是。这通道正上方就是铁匠铺的熔炉，热气最足，且只有三房叔祖一家同住，最是清静。吴伯，外面冷，郎君们都在帮着搬运粮食。二郎力气大，也跟着去了，我这便去寻他。女郎放心去吧，这儿有老奴守着。地宫通道狭窄错杂，好在叔伯听了我的建议，将这里划分了10个区，卫士的护卫和益州军在8区，百姓在9、10区，彼此隔开，倒也省了许多摩擦。见过魏女郎，女郎先行。这张元宴倒是规矩。玉娘，您吩咐的事在下已经办妥了，只是您这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进去说。女郎，抓了一男一女2只回来，笼子是按楚先生的图纸，用您的名义让铁匠铺连夜打造的。女郎，如今族人都在忙着搬迁地宫，我们行动时没人发现。做得好。无妨。随着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这些怪物的行动似乎迟缓了些，但它们的指甲和牙齿却变得更加坚硬。它们在进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不弄清楚它们在极寒下的变化，开春后我们寸步难行。接下来的研究要辛苦先生了。女郎，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只是苦了我这把老骨头，每日还要在这冰窟窿里陪着这2个怪物。先生正值当年，30有余便自称老骨头，未免有些太厚脸皮了。这可是我白捡的免费劳动力，不用白不用。你们每晚派人轮流值守，记录他们夜间的活跃程度，一旦发现异动，立刻向我或楚先生汇报。属下领命。你们在这里盯着，我去库房找找二郎。哇，二郎真是神力！这算什么？我还能一次提2袋。阿姐，胡闹！这冷热交地最易着凉，还不快把大堂披上！五娘，外面这么冷，你怎么出来了？侄女担忧族里的搬迁情况，特出来看看。七叔，不知族里的冰窖在何处？冰窖？如今这天寒地冻的，你找冰窖做什么？七叔，天象异常，冬极冷，则夏极热。现在天气寒冷，正是屯兵的好时机。日后气温恐怕还会出现异常，族里还是要考虑到夏季的问题才是。乌堡里就2个冰窖，以往都是向商队买冰存着，
魏廷家里虽也有一个，但这些空间若真遇上大暑，怕是远远不够。按侄女的想法，族里还是尽早多屯兵为妙。兵窖不够，还得再挖掘建造几间出来才行。等运完粮食，便让人去准备。不过如今天气恶劣，也不知干活的人能不能坚持下来。族人不肯，那些永宁县的难民却会抢着来。七叔，只要放出告示，凡参与凿兵建教者，一日管3顿饱饭，他们能把这山壁凿穿。妙啊！我竟把这茬给忘了。好，等库房物资搬完，我立刻安排。冬季还长，也不用急于一时，先将族里的几个兵窖填满，再让人慢慢挖掘也成。七叔，侄女还要去探望祖父，便先行告退了。女郎，家主刚醒，老奴去宫厨给家主熬下一剂药。辛苦吴伯。姑娘，刚才可是又出去了？孙女去库房瞧了瞧二郎，顺便跟七叔商量了屯兵的事。祖父，宫厨今日起便启用了，药材铺和衣冠也搬进了地宫大厅，族人们随时都有热水喝。好。你那些叔伯如今也能撑起明镜堂了，我这身子也能多撑些时日。祖父可是有事要吩咐？姑娘，宫六郎带着益州军来乌堡投靠，怕是事有蹊跷。孙女也觉得事有蹊跷。先前去运粮时，那位张大人起先拼死阻拦，后来常英带人过去，他却直接敞开粮仓大门任由索取。这转折关键怕是在那宫六郎身上。宫六郎是齐川宫氏的人，却与益州军捆绑在一起，这本就反常。正是，益州粮仓易守难攻，存粮堆积如山，他们本可在里面衣食无忧，即便营切总病死，他们也大可去广平求援攻刺史，何必舍近求远，投奔我魏氏？天上没有无缘无故掉下的馅饼，他们此行必有其他重大图谋。祖父不必为此费神，如今他们人已在乌堡，等过几日，孙女亲自出手试一试那宫六郎，便知虚实。那20万担粮食，我们绝不能放手。提起宫六郎，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此前你母亲在京城一直在为你挑选夫婿，那宫六郎便在你母亲的备选家婿名单里。孙女怎的从未听闻？不过你放心，当时便被我一口驳回了。那宫六郎虽是宫家嫡系，但平庸无能，哪里配得上我孙女？多谢祖父英明。祖父，如今这世道，孙女还不想嫁人。如今族里需要孙女，祖父身边也离不了人。你便是想嫁，如今这乱世，我上哪儿去给你挑个合心意的？家主，药熬好了。女郎，这是宫厨刚做好的膳食，您快些趁热用了吧。行了，你忙了一日，快去用膳歇息吧。那孙女告退，祖父安心休息。如今地宫虽暂时安稳，但冬季过后，粮食消耗殆尽，我必须带人出堡前往粮仓取粮。况且上京那边至今音讯全无，也不知父亲和母亲如今怎样了。罢了，先去营地看看那2只丧尸的研究进展。武堂妹，我正要去寻你，没想到你刚好要出门。廷堂兄，你这行色匆匆的，可是有什么急事？是关于先前你提过的改造兵器一事。这几日我琢磨出了一些门道，我们去铁匠铺细说。好。武堂妹，请看，我将这长音枪的枪头重新做了调整，原先的枪尖不够锋利，我将其改得更为尖锐，如此一来，护卫们便能更轻易地刺穿怪物的头骨。还有这里，为防在激战中枪头脱落，我在此处设计了一道暗口加固，即便是大力劈砍，也绝不会松动。廷堂兄果然心思巧妙，这长音枪的改动当真切中要害。不过堂妹，我有一事不明，你为何特意叮嘱这枪头上必须要保留这束红缨？堂兄有所不知，那些怪物的血液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旦沾染伤口，活人
便会变异。长枪刺入怪物身体，污血会顺着枪杆往下滑落，极易污染持枪者的双手。而这红缨能吸附污血，阻止血水下滑，这便是护卫们的保命符。原来如此，堂妹深谋远虑，为兄自愧不如。我这便让匠人们按照这个标准立刻开工打造。堂兄先忙，我还有事情，就先离开了。女郎可真让人好等。闲话少说，昨夜这怪物可有异动？昨夜刚过酉时一刻，天色刚暗，这2只怪物的力气与速度便在一瞬间暴涨。为此，我昨日做了2个实验。哦，什么实验？把窗户蒙上。他们的行动速度变快了。拉开，并非昼夜之分，而是光线。光线越暗，他们越强。若只是怕光，为何夜间的火光也会吸引他们？这便需要时日继续探查了。不过，第2个实验才是关键。我问长音要了炭盆，将室温升高。温度升高后，他们的行动确实变得迟缓，但也仅仅是迟缓一些。即使在高温下，他们也比我们初次遭遇时强了数倍。这说明，他们体内的病毒在不断自我成长。温度只能起到抑制作用，病毒却在源源不断的进化。如果任由他们这样成长下去，要不了多久，这世上将再无人类的立足之地。依玉来看，再这样任其发展，局势无法得到控制，日后乌堡恐怕难以独善其身。既然朝廷已经指望不上，那我们就靠自己。女郎的意思是扩大安全区域，在未受污染的山头建立高墙，开辟新田，做到自给自足。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大量收纳幸存者，扩充护卫，清理整个益州境内的怪物。只有建立起绝对安全的基地，不断壮大实力，我才能有资本出兵去京都接回父母和兄长。女郎好魄力，欲与女郎所想一致，日后仅凭女郎吩咐。先生请起。要走这第一步，我们就需要足够的粮食。不错，宫六郎和张元燕带来的那20万吨粮食，必须名正言顺地归我卫氏所有。丧尸的实验还需麻烦先生，我和长英还有要事相商，就先离开了。女郎，属下有一事不明，您既然一直防备着楚先生，为何还要将如此机密的大计告知于他？直觉，病毒的源头在荆州，而他恰好是从荆州回来的。当初那朝廷使者和马匹如何长途跋涉才变异，这其中疑点重重，防着他是理所应当。那为何还要用他？他有才干，既然送上门来，不用白不用。大概是我想使劲压榨使唤人吧。长英，你记得派人监视他，不可有丝毫松懈。属下明白。堂兄，何事如此惊慌？堂妹，不好了，魏旭他离家出走了。魏勋是魏家旁支一脉的。乌堡内现在食物充足，又十分安全，怎么会有人想不开要离开？魏旭他留了一封信后人不见了，这是在魏旭屋里的，案几上发现的。我们本想去叫他看野猪生崽，结果地宫里找遍了也没人，去他家里才发现了这封信。此事谨记，走，我与你们一同去明镜堂找族老。胡闹，简直是胡闹！外面冰天雪地，怪物横行，他这时候跑出去，嫌命长吗？那我们现在要派人去追吗？追！外面零下20多度，去哪儿追？为了他一个人，难道要搭上其他族人的性命吗？此事任何人不得外传，免得动摇人心。都给我滚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魏旭，
自幼父母双亡，由宗族抚养长大。去年定下的未婚妻在北平郡，如今遭逢末世，他因担忧未婚妻安危，竟假装伤势未愈，偷偷溜出屋堡寻人，真是有勇无谋。长英，你去通知秦善，让他带人把屋堡内外所有死角彻底排查。女郎是怀疑屋堡防线必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漏洞，魏续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外面的怪物和不轨之人也能顺着这个漏洞摸进，必须立刻毒死。属下领命，这便去办。吴伯，我手都快断了，能不能歇会儿？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偷跑出去了。小郎君，玉郎吩咐了，10变家规，少一个字都不行。老奴与凝霜姑娘必须亲自盯着您抄完。阿姐太狠心了，这字整的都一样，我哪里认得？前世看那些末世小说，主角们动辄有空间戒指、通天异能，挥手间便能覆灭丧尸。可现实终归是现实，没有金手指，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眼下最要紧的是尽快把益州粮仓那20万刀粮食彻底吞下去。宫六郎和张元燕来乌堡已经有些时日了，我却至今还未与那宫六郎正式接触。是时候去会一会这位齐川宫氏的六郎君了。这地道里的泥可真够难缠的，回头得找个地方好好洗洗。整日端着个架子，连个招呼都不打，不就是仗着自己是齐川宫氏的嫡系吗？真够清冷孤傲的。算了，人家是贵客，咱们还是赶紧回屋商量一下给那头母猪接生的事儿吧。这些卫氏子弟好歹也是名门之后，怎去整日热衷于喂猪？那身上的猪骚味在地洞里经久不散，快把我熏死了。六郎君，出大事了！先前派去探路的那2名斥候，刚刚向我禀报了一件极为蹊跷的事。如今我们已在此落脚，能有什么大事？斥候说，他们在乌堡里瞧见了当初抢劫益州粮仓的那群土匪所穿的独特锁子甲。清河卫士名满天下，魏公更是2朝元老，怎会做出抢劫朝廷粮仓这等大逆不道之事？你说，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张大人，是与不是，如今又有什么打击？难不成你还敢在卫氏的地盘上指认他们的家主是土匪？别忘了，我们现在是有求于人。坏了，这群益州军居然认出了我们的锁子甲，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必须立刻让女郎知晓。女郎，大事不妙！属下刚才屋内歇息，亲耳听到张元燕和宫六郎说话，他们的斥候认出了我们的锁子甲，他们已经怀疑当初抢粮的是我们了。我正愁找不到借口去接触那宫六郎，我们名正言顺拿到粮食的机会来了。女郎，您怎么还笑得出来？若是他们闹起来，不必慌张。女郎可是要去见他？女郎，您是说不仅不遮掩，还要故意把面具和长枪递到他们眼皮子底下？这不是主动送把柄吗？宫六郎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往往比常人想的更多。他们放着粮仓不守，冒死来到乌堡，必定是有所求。原来如此，按我说的办，要让他们明白，卫氏不仅知道他们猜到了，而且有恃无恐。属下遵命。他们现在在卫氏的地盘上，要么选择死，要么把那20万担粮食双手奉上，向我投诚。这第8区当真不是人待的地方，猪臭熏天，得想个法子，让卫士给我换个住处才行。哎呀，对不住郎君，对不住，小的粗心，没撞疼您吧？无碍，下次小心些。曹阿旺，你看见我兄长没？女郎正急着找他呢。没呢，估计去兵器库取护甲了吧？听说有些护甲的铁片变形了，要送去铁匠铺给廷郎君看看。这戏演得如此拙劣，
当本公子是蠢蛋吗？这怎么可能？以往他们都会在门口卸下兵器，今晚却个个带进来，护甲、长枪、面具全对上了，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藏。六郎君，你刚才瞧见没有？清河卫士简直胆大包天，劫了朝廷的粮仓，居然还敢大摇大摆的在我们跟前炫耀。他们这是吃定我们不敢翻脸。张大人，这不是炫耀，更不是羞辱，那是什么？是试探。地宫居所秘籍，恐怕我们白日的谈话，早就一字不落地落入卫士的耳中。就算知晓，那也不该如此羞辱人。如今敌众我寡，就是料定了我们不敢怎么样。劫掠粮仓是诛九族的大罪，既然被我们识破，他们便绝不会放任我们置身事外。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哪2条路？要么我们今晚被灭口在这地宫里，要么我们就只能选择向卫士投诚。张大人应该感谢卫士仁慈，没有直接下杀手。走吧，回去歇着，明日我们便去拜会魏公。女郎，您瞧，咱们试了几十次，终于摸到了炼钢的门路。这新钢打出来的枪头坚韧无比，绝不易折。听堂兄呢？怎没瞧见他？回女郎，郎君在兵器库那边，正跟木匠师傅们琢磨重型弩车呢。便按这个标准，在冬季结束前，务必让每人守卫配齐1杆新枪。小人领命。女郎，魏续的事情，属下已经查明了。看那棵树，女郎，魏续郎君就是顺着这棵大树爬上城墙跳下去的。如今护重河结了冰，上面又落了3尺厚的积雪，人跳下去有积雪缓冲，伤不着。这是属下防务疏忽，请女郎责罚。防务之师，明镜堂自会按族规处置。传令下去，把靠近城墙5丈之内的所有树木全部砍光，1棵不留。是，属下这便带人去砍。那公家小子和张元言递了拜帖，指名道姓要见老。祖父，他们这是撑不住了，来找您要个态度。老夫年纪大了，身子骨刚建好，可听不得这些烦心事。我去老三那里下盘棋。丫头，这摊子是你支起来的，自个儿解决干净。果然是他，这双眼睛与那日在粮仓戴着面具的匪首一模一样。清河卫士当真出了个了不得的奇女子。2位请坐。祖父身体抱恙，今日之事由我全权做主。女郎客气了，本官站着便好。2位有所不知，天灾突降，乌堡内伤亡惨重，存粮眼看就要见底，我等也是迫不得已，才去益州粮仓求了些粮食度日。求粮？带着几百号人，拿着长枪面具，把守军打得落花流水，你管这叫求粮？不打不相识，如今2位来到我卫士窝堡，足见你我有缘。只是如今外面怪物肆虐，天灾席卷，百姓食不存衣，当真是人间炼狱。我卫氏一族向来心系百姓，如今大难当头，卫氏愿挺身而出，拯救益州百姓于水火，替朝廷分忧。只可惜我们心有余而粮不足啊。女郎此言意欲何为？哼，张大人还没听明白吗？女郎这是想要粮仓里剩下的那20万担粮食，女郎故意用面具试探，逼我们求和，便是为了坐地起价，独吞整个粮仓吧。六郎君只说对了一半，那本就是朝廷的粮食，如今朝廷已无力赈灾，卫士取粮救民，何须征得2位同意？张大人，如今天下大乱，益州已成孤岛，您若不信卫士，何不留下来与我们一同参与救援？一来可监督粮食去向，2来也能为益州百姓尽一份心力。女郎所言，我等还需商讨后再做答复。
张大人可考虑清楚了，真要答应那魏氏女郎，如今百姓食不存衣，我等身为朝廷官兵，岂能一走了之？魏公素有贤名，清河魏氏底蕴深厚，协助他们稳定益州是目前唯一的生路。等度过眼前的危机，再想办法联络刺史大人。如今只能借魏氏的事了。大人的选择或许没错，不过今日求见魏公出面主持大局的却只有那魏女郎。看来魏公是想让一个女子接管家族。女子当家，清河魏氏宗族庞大，旁支众多，其余族人岂能心服？服与不服，看的是手段。这位女郎可不是寻常闺阁女子。祖父，您慢些。如何？那2人应下了吗？张大人心系百姓，已然动摇。只是那宫六郎，怕是另有盘算。张元彦出身草根，自然能体恤百姓。宫六郎与他不是一路人，防着些便是。此事不必急于求成，一步步来。孙女明白。祖父身子大不如前，如今屋堡内缺乏果蔬，仅靠腌肉根本无法调理身体。我不能再等了，必须尽早扩张，寻找新鲜物资。楚先生，之前的扩张计划必须提前了，我们要一边救援，一边往外扩张。女郎，想法虽好，但我们人手不够。魏氏护卫加上益州军也不过300人，如何防守这么大的区域？正是因为人少，才要指望铁匠铺的装备。女郎当初设立竹排公厨制度，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那些流民百姓也该收网了。让他们在饥饿中看到希望，唯有加入护卫才能吃饱穿暖。唯有如此，招来的人才够忠心。去把秦善和常英叫来，我们要圈定扩张范围。首先是五叔祖名下的2座矿山，必须拿下来。铁匠铺需要矿石。女郎，这范围也太大了，其中1座都快超出清河郡了。女郎，依属下之见，乌鸦山地势险要，内部资源丰富，且山腰以上没有怪物，可作为屏障。不错，但在此之前，必须清理出通往粮仓的通道。贝鸠、眼目、东武这3处沿途的村庄要率先清理。乌鸦山太大，可先凭借目前所需圈定临县范围，在山腰设立高墙阻挡怪物。只是临县县城的怪物数量，怕是不容小觑。先让瓦匠出图纸，常英，去明镜堂写封告示，贴在公厨门口。是时候看看有多少人愿意为了活命拿起武器了。这上面画的啥呀？有没有识字的给念念？瑞安识字，让瑞安来。瑞安，上面到底写了啥？你快念念啊！